毫不意外，我们的市场又多了一款电动车来到马来西亚。今天我们要看的新车还没有发布啦，它最近据说要来的就是领跑 C10。为什么拿这张卡摔它的赛米热呢？很简单，这张卡的解锁、开锁，甚至 start 车都是用 NFC 卡来处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刚刚发现到哈，这张卡 swipe 了之后，车解锁了之后，它的那个隐藏式的车门把不会跑出来，所以你其实还要去压它、咬它开起来，就有一点点小尴尬了哈，是不是？好，第二件事，这辆车其实我们之前在车展看过了嘛。之前的马来西亚车展有出现的这辆车拿来做 preview， 差别是什么？当时候的是左驾版，今天的是右驾版。有什么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呢？首先第一件事，价钱，因为这辆是一辆 UK spec 的车型，所以它来到马来西亚正式会有什么配置、什么价钱，我们完全还不知道。第二就是刚刚我说的配置，它会搭配什么电池组，动力会给你多少匹马力，续航会给你多少，目前都一切未知。那我们看了目前一下国外的这辆车子预计最高配的里程是接近500多的 CLTC 续航啊，算到来差不多 WLTP 续航可能就是400多上下，实际跑到来可能是400上下左右。定位一辆我们讲它某程度算是 C Plus D 减的 SUV 车型来说，400多的续航究竟够不够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哦。因为目前的看法是这样子啦，马来西亚人拥有超过一辆车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有一辆汽油车，你随时要 out station 可以。那第二辆你在 KL 代步，或者甚至我们之前在怡保看到很多车主都拥有电动车，那你平时就在怡保里面驾，你要多大的电动车？里程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所以400这辆车子，只要定价合理，里程就不是问题，你讲是不是？回来这辆车的造型跟一些品牌，我们先讲品牌好了。Leapmotor 这个牌子，首先它是一个中国品牌，这大家一件事哦。第二件事就是它为了走向国际市场，它跟 Stellantis 合作。目前的持股比例 ，Stellantis 51%，Leapmotor 49%，所以目前是 Stellantis 主导 Leapmotor。就是领跑这家汽车公司，把它带向国际市场。说它是中国汽车公司，还是你要说它是国际汽车公司，其实都没有问题。那目前以这个它的品牌，以它的整个持股比例来说，确实 Stellantis 是比较高的。造型的部分呢，是我有点觉得稍微比较遗憾的。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就太前卫了一些，就很圆啊。有啊，第一件事它很圆，可是它又不够圆，因为我们看了其他几个很圆的品牌，就是 OK， 你圆，你讲的是可爱嘛，它今天又没有那么可爱，它是一个比较成熟风，然后又一个 C 加 segment 的 SUV， 所以它很大，然后又半圆不圆这样子，就造型方面，它第一点就是没有吸引到我啦。至于内容物如何呢？等一下我们要上车去看。第二点很有趣的是什么？轮圈尺寸应该是高配版的关系下搭的这个20寸的轮圈哦，超大，而且它的轮圈很漂亮，它不是双色调，它直接用哑光灰的轮圈，所以这个质感非常非常好。然后360啊，环境显示啊 ，ADAS。这种高端的电动车，它一定会搭载上去，只是看到时候来到马来西亚，它给到你是多完整的差别而已。车顶有一个黑色搭配，因为它有全玻璃的车顶，然后有置物货架，竟然。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对，这就是我讲的。你看啊，我现在锁车 ，NFC 锁8，超，然后我解锁，但是它不会跑出来。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会跑出来吗？但是没有。你是要用手去推，然后用手去拉，这是我觉得稍微有点就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了，就是你还要做多一个动作，你要去搅它，你知道吗 ？OK， 好，车尾的部分，它跟它的车头的造型有点一致，就是都是这种一字眉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前面有好像是，但实际上不是，但是后尾确实是，而且这个 LED 的质感是有的，它真的做得很漂亮。有美吗？这个 LED， 我觉得有很漂亮哦。然后下面Leapmotor的这个
厂徽哈，这个立体感也做得很棒。这个立体感真的做得很棒。C10 标志有出来，下面的保感就平平无奇啦，一个非常简约的风格。好，尾门打开有足控吗？没有足控，因为是 MFC 吧，你没有办法足控啊。所以 OK， 我们看这边也没有。尾门开关在这儿呢。OK，interesting。后车厢非常大，真的很大，就这样子。然后椅背可以做多段的角度调整，然后也可以全躺平。不过它的全躺平哦，你还是要来肩膀这边去推。你推了，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哦，还有这里有收纳，看到吗？它没有备胎嘛，所以这里有一些充电插头的收纳，有这个反光背心啊，不要放车后箱。反光背心不要放车后箱，看到了顺便说一下，放 rower， 因为你有状况，你一下车就应该是穿着反光背心的，而不是放在车后箱的。OK， 顺便提点一下。然后这个应该是灭火器，哦 ，sorry， 这个应该是补胎液，就你没有备胎了嘛，所以你就需要这些东西来做处理。好，后车厢还有第二段哈，看到吗？这里也是可以打开来的，所以你就有多一段的收纳，另外一种充电插头，然后还有一个收纳格，所以你有隐藏式的收纳格，就你有普通的收纳格，还有隐藏式的收纳格。然后你看这个空间躺平了之后，你就有所谓的 lifestyle activity， 你可以躺在车里面看星星，哇，哎呀，啊，有爽吗？这样子的感觉，对，人家的车是拿来坐的，你的车是拿来躺的。就是现在有些人说哦，车子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我有朋友确实是电动车车主，他就真的是开着他电动车到处跑，然后晚上就躺一躺，然后椅背躺一躺，那个充气垫打一打，然后他们就在车里面可以过夜了。有没有很好玩呢？什么叫做打？这就叫做大，差不多真的是 D segment 的空间了啊！你看我的膝盖，不用讲酸了，头部 OK， 然后全玻璃车顶。那很多车的电动车的全玻璃车顶，他们就放一个玻璃，然后就没有遮阳帘的。可是它这个是有的哈，所以你可以让它的遮阳帘开或关，可是它就没有天窗嘛。但是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很出色的，因为这个空间感真的超棒的。这个的空间感跟这个的空间感。真的有蛮惊人的，全平坦。为什么？因为电池直接就是底盘的一部分。Type C、USB 2个冷气出风口，后面 roller， 然后旁边皮革，上面是 soft touch， 然后下面是皮革，有一个音响啊，以及大部分你可以碰到的东西啦，都是皮革材质的。然后你看到它的那个 ambient light 哈。它都有这样呼吸灯的设定，呼吸灯了之后就会变颜色，所以真的很炫一下哈。再来座椅的部分哈，来你仔细看这个柔软程度，有夸张吗？这个柔软程度真的很过分啊！它这个皮革有一个名字哈，在这边叫做 Exatex Standard 100，所以它是非常高质感的皮革，然后它是无毒加容易清洁。可以处理的。第一，小朋友如果不在车上玩啊、咬到啊、什么啊、接触啊，对小孩子都不会有伤害。第二，就是你东西弄肮脏了，你可以很容易做清洁。所以这个皮革哈，真的有加分啊！这个皮革你一上车一摸，你就会被它吓到哈。然后后面，即使我觉得要坐3个人，空间都算宽敞的，真的有点惊人啊！这个靠手打开下来，意外的没有自备架，不过即使是靠手哦。它的这个柔软程度哦，也是很惊人的啦。讲真的，这个就够了。有没有杯子无所谓了哈，杯子旁边自己揉找一找。好，肩膀可以做角度调整，可以吗？没有，它卡到我的安全带了。椅背可以做2段的角度调整，这个是直一点的，这个是躺一点的，差别不大啦。虽然差别不大，可是感觉有差呢。才讲差别不大，因为你就是椅背的倾斜角度有时真的不需要太多，你的影响就会很明显的，你就feel 到舒服晒 relax。好，你知道为什么会没有自备架吗？
因为它在这边。然后我们坐上它的驾驶座。首先第一件事，你持着这张卡上车，不代表你可以放在口袋，因为它的 NFC 感应需要它来启动，所以你必须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它会侦测了，你才可以去 tap brake， 然后才可以行驶。如果你只是放在口袋这辆车是不会给你驾的，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这边，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里面的材质用料。这边是皮革，上面也是皮革，所以你怎么磨都是软的，只有中间这一个分界线的 bar 是硬质塑料，所以整个质感是有加分的。上面这边我感觉有一点好像牛仔裤的布料材质，是不是音响嘞？应该不是啦，因为音响很明显在左右两边的嘛，所以它这个质感有加分。再来就是 LED 氛围灯，看到吗？这边一条直接拉过来，旁边然后到门就是这样子贯穿整个前面到后座去，都是它的 LED 氛围灯。这个呼吸灯变颜色的感觉质感很好，不会过头，所以我觉得有加分有加分。座椅跟后面也很像啦，都是很离谱的 Agadex 的材质，这个舒适度、长度、包覆感真的都很够。驾驶盘可以做前后上下大幅度的调整。这辆车的主体我觉得就是这个萤幕，所有功能都在这个萤幕上面。首先第一点，很明显它可以换 wallpaper， 看到吗？它连动态的 wallpaper 也有，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片。它里面用的这个主机晶片是所谓的 Qualcomm 的 Snapdragon 系列没有强调说明，但是至少它可以确保你整个使用下是很流畅的。我们这样用了一下，都会觉得说，它整体的使用下来是真的很流畅，然后没有什么卡顿，整个顺畅度、整个 refresh rate 都很好一下。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写它的里程，其实也不用看啦，因为到时候会进来马来西亚，不知道这辆是 UK spec 嘛，那很多功能都可以在这边做切换。首先我们强调第一点，它的360环境显示非常高清，虽然它这个界面没有写到很漂亮，但是它的解析度是很高的。因为刚才我们有看到朋友在后面弄尾门的东西它那个牛仔裤的那个细节纹路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它的那个360的解析度是很惊人的。OK， 那第二点功能，当然这种电动车我们都会讲它的这个 ADAS 之类的嘛，全部都很完善来到马来西亚，应该目前来说整个市场的趋势都不会去看 ADAS 啦。然后这种驾驶你想要什么玩 better 驾驶的方式，然后你的语音操控这些全部都可以做调整，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按钮，没有任何的一些快捷键了，你大多数的东西都要在这边做处理，包括什么你的side mirror调整，你都是用没有很好按，可以啦，要适应了。对，你都是用这个，你右边的滚轮滚右边，左边的滚轮滚左边，这样子的一个操控。然后你的车窗，甚至你不想开窗，你不想开窗，或者你要它开多少，你看呢？我这边拉，我要开到这样子，它就会自动开成这样子，关。或者你要用语音操控也可以 ，Hi Remote， Hi Remote， I am listening. Turn off the sunshade. Okay, sunshade closed. Turn off 应该是用 close 吧？我这么菜的英文，他竟然都可以理解，所以也不错了啦。For the moment. 好，拜拜。OK， 拜拜，走。对，所以它的现在这种电动车很正常的啦，大多数的界面操控全部都是靠这个主机来完成，所以这个我们会越来越常见。语言可以切换成中文吗？可以哟 ，Yes 你看全中文界面也是有的，对，所以就到时候会有没有中文我不知道，只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俩是有中文的，所以感觉还不错呢，整体用下来很流畅这是这种行车主机最大的重点，因为你就是所有的功能就是靠它了，你要期望它不要出事 ，OK。
然后再来2个自备架，一个手机无线充电座，所以你用这个来启动它了之后，就把它收起来，你就可以放你的手机来做 wireless charging，OK？然后中间收纳格还算大，够深哈。再来下面这边当然也有收纳格，有 USB， 有 Type C。什么时候这正式发布啊？会有人好奇期待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是目前电动车太多了。今天这辆给我们 preview 了之后，据说下个星期又有一辆新的要发布，然后接下来陆陆续续也都会有。那今天这款很多人都想说中国电动车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有吸引力，可是今天它打的招牌不一样，它是 Stellantis 是国际集团的一辆电动车，它这个标准一定会拿捏的比某些中国品牌好很多。那你的想法会是什么呢？你会被它的配置、空间所吸引吗？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如果subscribe我们圈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